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早期察觉出来骨头可能变康了的信号呢？有的，有2个非常直观的身体信号，值得所有人这个警惕，就是你的身高是否比去年或者比年轻时，是不是降低了，就是下降了，超过3厘米，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第一就是身高变矮，如果测量发现比年轻时或者是比1年前相比，身高降低了超过3个厘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危险信号。第二就是出现这个驼背或者不明原因的一些慢性腰背痛，这也可能是脊柱椎体发生了微小的这种叫压缩性骨折导致的脊柱变形。如果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我都比较建议去医院进行专门的一个检查。此外，这个国际上通用的1分钟骨质疏松风险测试也包含这10个简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自查。刘主任，您看看您刚刚总结的这5类人群和咱们观众朋友们在家可以自测的方式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人是否在这其中。这里呢，我想特别的强调一下，身高变矮这个信号，如果发现比年轻时矮了超过3厘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报。那如果说怀疑自己有问题，去医院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明确诊断呢？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临床上这个诊疗过程中这骨质疏松的一个诊断流程吧。脆性骨折，低能量骨折，如果来了个病人以骨折住院的，尤其是个老年人，就是因为一个轻微的一个摔跤就骨折了。常见就是部位就我上次讲到了一个髋部骨折，老百姓常说的大胯轴折了，这类患者直接就可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甚至达到这个重度骨质疏松症。其实还有个检查，就是骨密度检查 ，CT 或者是这个X 检查，里边有个数值，CT 值小于这个-2.5，只要看到这个报告单写的这类字样，就可以就是骨质疏松了。还有个就比较是现在比较金标准的一个，就是也是 X 线吧，叫双能 X 线吸收法。这个也是个检查的一个诊断标准，到医院这个大夫还会给开这些检查。如果想进一步的判断，实验室检查了，抽血化验了，化验一些这个血钙啦、血的一些激素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骨转化生物标志物。但是这些化验检查吧，主要是检查这个用药后的一个疗效评价。所以呢，诊断骨质疏松，一个是看有没有发生脆性骨折，也就是说轻轻一摔就骨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仪器来测量咱们的骨密度，特别是像您刚提到的双能 X 线检查，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金标准。那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具体该怎么预防让骨头老得慢一些呢？您看您有没有一个总体的策略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对，这就需要这个着重讲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策略。为什么把它说成一个策略呢？因为我们想要有效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需要从一个心理上、方法上科学计划全面的去实施，这样才能这个事半功倍吧。骨质疏松其实是可防可治的一个慢性病，人的各个年龄阶段都应该注重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婴幼儿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与成年后骨质疏松的发生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预防骨质疏松症应该从儿童期开始。这个人类的骨量在这个35岁之前达到这个个人那个最高峰，35岁以后骨量会逐年的降低。所以预防骨质疏松就是让我们的骨量降低的慢一些，就像我们下坡要慢一些，不至于出现危险一样。就像两个抛物线，一个很陡峭，一个很缓慢的抛物线一样。这个是未加预防措施的骨量走形。加了预防的骨量走形呢，它就
这个陡坡就比较慢。刘主任，刚才您说的太好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防跌倒呢，确实是保护咱们脆弱骨骼的生命线。那您看，您在这么多病例当中总结的经验非常的宝贵，特别的宝贵。身体弱的呢，要防日常滑倒；身体好的反而要警惕自信性风险，比如您刚才聊到的骑车呀，那不骑车，选择相对安全的散步。您看有没有什么科学的讲究，让咱们老年人的锻炼效果能够达到更好呢？对啊，我这个老年人散步呀，这尤其是50岁到这个60岁的这种中老年，最好就是一天早晚2次，时间要控制在这个最好在半个小时之内吧，每次8000步，不是人们说1万步了，每周也得安排一下这个2天的这个休息时间。不是，我觉得身体好，我今天我活动2里地或者几千米的几公里的，如果有这个条件，因为老年人几乎都有基础病，其实可以带一个现在的比较时髦的一个测心率的一个表，看着心率、脉搏，几乎控制在这个114左右吧，就运动量就这个速度就可以了，就达到这个运动啊，稍微微微出汗就行，这个是相对安全的。谢谢刘主任，您刚才这个建议非常的具体，并且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也很有操作性。那运动呢，一定要适量，就不能用力过猛了，对吧？您刚才表达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好，也就是达到我们微微出汗、心跳稍微加快这样的状态就好了。同时呢，要给咱们的身体休息恢复的时间。那对于已经骨折或者说已经确诊得了咱们骨质疏松的这种老年人，后续我们要怎么科学的补钙和治疗呢？是不是做到补钙、晒太阳、多运动就够了？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远远不够。这个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啊，科学有序的补钙啊，合理的饮食，安全有效的运动，才是正确的补钙策略。我也从这几个方面啊总结一下。好。对，第一啊，就要调整这个生活方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不良嗜好呗，戒烟限酒，慎用一些这种激素类的这个药物。刚才我提到这个户外运动和关照，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前面讲过的我不再累赘讲了。但怎么科学有序的补钙和饮食啊，我着重讲一下啊。其实补的钙啊，这个来源有2种，一种就是咱们吃的这种食品，天然食物。待会儿我会说一下哪些食物适合这个补钙。第二类就是一些咱们老百姓都知道，钙剂呗，补钙就是药物。单纯的有些市面上的钙剂跟一些维生素 D， 甚至就是这2个的合剂，大同小异吧，价格也不等。区别它们的价格有的贵有的便宜啊，区别就在于这个吸收能力上，其实都是有效的，含钙量都比较高，价格也是根据个人情况吧，来选择合适的这个价格都行。那您看，您刚才跟我们提到了说这个预防和治疗，咱们需要打一个组合拳。那么具体聊的补钙，每天应该补充多少量，咱们才算达标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国内指南吧，和一些这个临床建议，50岁这个以上的人群，每日这个钙的总的这个推荐总量为1000到2000毫克。其实咱们这个尤其咱国家的这个居民呢，每天吃这个膳食就是饭里边的钙量，其实仅才400毫克。必须要，所以在我们吃饭的同时，有的食物是可以补钙的，咱的也最多也就400毫克。所以通常还需要加一些，我说的这肯定是老年人需要补充这个钙剂。大概的，刚才我提到1000到2000吧，这个吃饭饮食大概是400，还得加500到600毫克的这个茶鹅。平时可通过这种晒太阳，几乎就可以补充这个维生素 D 了。但如果说你像冬天了或者下雨天了，这种维生素 D 补充不足，
这就可以通过口服一些这个专门的维生素 D3，1000到2000单位，就是为了弥补这个。但需要最好是定期的，就是抽一下血，监测一下这个血清中的这个 D2 这个维生素 D2 这个水平。